身为36岁的老牌单身女酒鬼，美信每天都少不了喝酒。今天一大早，她就有一件重要的事，那就是一边幻想晚上的喝酒场景，一边自己腌一盒辣白菜。美信每年都会搬家，这次搬到了公司的员工宿舍，虽然比之前的房子小了一点，但更加干净整洁，而且还有采光好的窗户和大小适中的厨房。最关键的是，房租便宜了不少，省下的钱可以用来更好的支持晚上的小酌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美信是公司里优秀的员工，才有资格住在宿舍。接着，美信换上了工作时要穿的套装，看了看手表，快到上班时间了。今天早上，美信像往常一样，从3层高的柜子里挑出2个喜欢的酒杯，放进冰箱冷藏室后，安心离家去上班。那我先出门了。元气满满的美信一到公司，就跟小葵和岛村打了个招呼。不一会儿，最近常来的客人横野先生到了，他为搬家后的礼品送什么而烦恼，因此迟迟不肯去找房子。他觉得选不好礼品，就没法找到合适的房子。美信特别能理解横野先生的感受，因为他搬家后也一直没带礼物去拜访邻居。横野先生带了不少东西来，有点心、罐头和一些洗漱用品，但他觉得吃的有味道差异，没有绝对的标准。洗漱用品如果被认为是廉价，就尴尬了。美信建议他送高级纸巾挺好，或者送礼品卡，这样对方可以自己选喜欢的东西。横野先生决定再考虑一下，但美信却开始烦恼自己的问题。海野分店长建议他送一些邻居感兴趣的东西，岛村和小葵都觉得海野分店长难得这么正经。我不是分店长，我是最优秀的分店长。下午1到6点，美信总是准时背上包跟大家道别。他搬家的另一个理由是，从公司回家的路上经过繁华的商店街，这里的蔬菜和各种食材都很新鲜，随时能看到，也可以为自己晚上的小酌提供更好的灵感，并且这里还有他信赖的仙鹤超市。唯一的遗憾是再也见不到真山店长和牛场先生了。美信提着篮子进门，先挑选了一捆韭菜，然后拿了一盒豌豆。没想到一拐弯正好看到牛场先生拿着试吃品，原来他和真山店长都调到这家店工作了。真山店长推荐店里的橄榄油不错，这让美信陷入思考。想到昨天从阳台闻到隔壁飘来的烤鱼香味，和刚刚海野分店长聊过后，美信觉得橄榄油是个不错的礼物，于是直接买了2瓶。接着他走到卖海鲜的地方，可惜今天仙鹤超市的海鲜已经所剩无几了。牛场先生建议他去商店街的海产店看看。海产店的老板娘于静热情推荐了几种食材，有新鲜的鱿鱼和弹嫩的章鱼，但如果是佐酒，他最推荐多春鱼。晚酌之前，美信还有个任务要完成，那就是让自己消耗足够的热量，只要拼尽全力就能让身体达到晚酌的最佳状态。他搬出了家里的动感单车，刚开始只是慢慢的骑，脑子里突然想到各种美味的食材，美信直接站起身拼了命。运动之后最好先泡个澡再喝酒，这样能让酒更好喝。美信泡澡也有自己的严格标准，需要在43度的水里泡4分47秒。洗完澡后整个人都迫不及待想要喝啤酒，但还得稍微忍一下，因为要做几道美味的下酒菜。首先端出早上做的辣白菜，鲜红的颜色看着就很诱人。接下来要做的是用商店街买的多春鱼来烹饪，因为没有合适的平底锅，所以只能用煎鸡蛋的锅。在锅里倒入足够的橄榄油，放入整瓣大蒜和2勺蒜泥，然后把多春鱼整齐摆放，撒上盐和辣椒就可以小火慢炸。大蒜变成金黄色时，撒一些欧芹碎提鲜。等待时把豌豆抽丝，然后将豌豆焯水，再过冰水，把明太子捣碎和蛋黄酱搅拌均匀，然后淋在豌豆上，这样一份小凉菜就做好了。最后要炒辣白菜五花肉，橄榄油热锅炒香蒜末，一定要用新鲜猪五花肉来保证口感。猪肉一变色就加入自制辣白菜，糖和酱油调味，加少许韭菜和辣椒粉，翻炒至猪肉熟透即可。喜欢更辣可再加辣椒粉。准备完毕，现在只要从冰箱拿出冰冻啤酒和酒杯，就能开始一天中最幸福的晚酌。经历了动感单车和泡澡的身体，瞬间彻底放松下来。先品尝一下自己腌的辣白菜，这种味道正好，不会发酵过头太酸，用辣椒粉腌的格头很脆，豌豆拌明太子蛋黄酱带来更多香甜味道，还有清脆的口感。一片辣白菜，1半头泡菜，再加1根豌豆，就足以让美信把剩下的啤酒喝光。美信从冰箱又拿了1瓶啤酒和1个冰镇杯子，他这么做是因为第一个杯子用过后温度上升了，继续用会影响啤酒的最佳口感。接下来从口感更柔和的猪肉开始，因为加了辣白菜，
猪肉变得更软嫩了。多春鱼原本不在美信的晚酌计划里，奈何老板娘强力推荐，使得美信的期待值暴涨。只尝了一口，美信就被鱼的鲜美征服了。接下来一口配上橄榄油浸泡的大蒜，没有比这更搭啤酒的了。辣白菜炒五花肉，美信有创意的挤了一些蛋黄酱，让味道变得更加美味。点，今天的主食是法棍沾着带多春鱼味的橄榄油，每吃一口鱼都要蘸满汤汁，一点都不浪费。第二天，美信终于鼓起勇气和邻居打招呼，没想到一开门里面的人居然是海野分店长，这礼物送的真不划算。晚酌地流派第3季第2集更新了。如果你问如何把啤酒喝得更有滋味，36岁的单身女酒鬼美信正好能告诉你答案。为了晚上喝酒有好状态，美信最近每天早起锻炼，原以为能坚持60秒的动作，没想到50秒就撑不住了。怎样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呢？成了美信最近的大困扰。眼看上班时间快到了，她换好工作穿的衣服，从柜子里挑了2个不同的酒杯，放进冰箱里冷藏才安心去上班。那我出门去了。今天店里来了个穿运动服的客人，小葵一眼认出了他，原来是他健身房常见的私人教练加藤。因为工作和爱好，即使在家加藤也喜欢锻炼，但他住的房子抬一抬手臂，地板就滋滋响，所以他想搬到更结实的房子。只要满足这个条件，房子的具体位置不关键。小葵答应得很爽快，其实他一点想法都没有。时针到6点时，美信照常背起包准备走，却被小葵叫住了。小葵请教他，美信说要找到合适的房子，先得了解加藤先生。小葵点头同意，于是拿出了一张健身房的传单，拉着美信就要一起去加藤工作的健身房。仔细一想，其实不错，毕竟美信最近也在努力突破晚酌的瓶颈，只是他以前被私人教练坑过，之前的教练对美信为了更好享受晚酌而健身的目标嗤之以鼻，但加藤非常认同他的想法，这也让美信更想练好身体。第一项训练是杠铃卧推，这样的强度即使对美信来说也挺有挑战。加藤一开始工作就非常激动，不断用晚酌激励美信。美信想到运动后喝啤酒的特别滋味，于是不仅坚持做了卧推，还在加藤的帮助下完成了杠铃深蹲等更费力的训练。毕竟无法超越自己的人，一生都难以看到新的风景。在加藤和小葵的见证下，美信完美完成了规定动作，还比平常多做了一组。运动后的美信感觉神清气爽，一出门就瞧见小葵在喝特调饮料，加藤则在喝冰镇蛋白粉，吃水煮鸡胸和西兰花，他的杯子也冰镇过放冰箱里了。不过对于打算回家小酌的美信来说，在喝第一口啤酒前，他一定不会吃饭喝水。回家的路上，美信照常去了仙鹤超市。今天健身后，吃鸡肉是最健康也最合适的选择，还能补充蛋白质。他刚拿起一盒鸡肉，就看到牛场先生和真山店长在和一个外国人谈话，但因为语言不通很困难，于是精通意大利语的美信便前去帮忙。原来对方想知道橄榄油在哪儿，也是为了晚上的美食在选购食材。这位外国客人也给美信提供了鸡肉的烹饪灵感。牛场先生和真山店长都感慨，这个女人真是太神奇了。美信一到家，先舒舒服服泡个澡，然后才着手做几道下酒菜。第一道是简单的西兰花，她先把西兰花和冷冻虾仁焯水，再吸干水分，最后拌上塔塔酱。其实这样就完成了，如果最后加点黑胡椒，口感会更丰富。接下来准备做今天的主菜鸡腿肉，加盐和胡椒调味后，将鸡皮朝下用蒜油煎，然后在上方铺一张吸油布并压上重物，这样表面才能煎得酥脆。等待时切点洋葱碎，把切好的碎洋葱放入水中，加蒜末、盐和荷兰芹，搅拌均匀。接下来开始做吐司，将蒜泥、融化的黄油和橄榄油涂在厚吐司上，再撒些荷兰芹，放入烤箱。这期间要时时看着火候，不然容易烤焦柔软的面包。火候到了就赶紧取出吐司，然后拿掉压在鸡肉上的重物。煎好的鸡皮已经是金黄色，光是想象就让人口水直流。鸡肉的最佳搭配是土豆和玉米，上面淋上刚做好的洋葱酱，用洋葱和锅里的肉汁混合成日式酱汁，西式鸡肉配上东方酱汁，这就是美信的独门料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只需从冰箱里拿出冰镇啤酒和酒杯，开启一天中最幸福的晚酌时刻。运动时别轻言放弃，把身体推到极限，你会觉得这一口冰凉啤酒更为珍贵。今天从主菜开始，
大量的洋葱让鸡肉更加美味。以前总觉得猪肉和牛肉更配酒，现在这个瞬间排名似乎彻底改变了。酱汁裹满的虾仁和西兰花，带给身体的是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。这么算下来，今天真是健康的一餐。一整杯啤酒呼噜噜下肚，看着空空的酒杯，美信思索着，今天的第二杯不是啤酒，而是要选跟鸡肉搭配的红酒。一口洋葱搭配的鸡肉仔细咀嚼，然后再来一口红酒，仿佛已经身处意大利。尽管很多人不会把红酒冰着喝，可美信就偏爱这种口感。喝红酒时，温度变化会带来不同的味道，这正是喝酒的乐趣所在。烤好的吐司外脆里软，还有浓浓的油香，大蒜和黄油绝对是绝配。这样一口接一口吃下去，美信能吃好久，这种美味怎能少了红酒相伴？鸡肉和吐司叠在一起入口，口感厚实又满足。用烤吐司刮进盘子里的酱汁，更是令人心满意足。今天的一切都不辜负美信在健身房的辛苦，感谢超越极限的训练，也享受超越极限的晚餐，谢谢款待。不过因为运动量太大，第二天上班时美信的手还在发抖。即使如此，美信还是为加藤找到了合适的房子。不过今晚的夜宵该怎么办呢？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3集终于上线了。36岁的日本单身女性美信是个爱酒如命的人，她为了更好的享受啤酒会做出哪些努力呢？最近和 AI 聊天服务挺流行的，热爱晚酌的美信早上就问 AI 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何更加享受喝酒。 AI 给了她4个建议：第一，使用玻璃杯；第二，做好适当的温度控制；第三，调整酒的温度；第四，则是细细体会。果然和平时美信的做法一模一样。看来尽管 AI 进展迅速，酿造美酒还是得靠人类自己。对啤酒花房产租赁公司而言，今天是个不一样的日子，因为一名实习生会来店里上班，就是这位骑电动滑板车，胸前挂着平板电脑的研修生阿西。他一进店就用平板把详尽的简历发给了大家，一上座就掏出了各种现代数码产品，连岛村和小葵都看傻了。还有副店长本打算亲自带阿西，但由于美信是销售冠军，阿西便主动要求跟美信学习业务技巧，敬请多加指教哦，多多照顾。今天美信的工作是准备新房子的资料，房屋的外观和布局是按照房东提供的进行的。阿西立刻拿出平板电脑，计算了这个房子到车站、超市和小学的距离。但是美信还是想亲自去看看房子的实际情况，这让一贯追求高效的阿西感到困惑。美信一出车站就决定步行前往目的地，一路上还记录了许多小商店的信息，最后用了整整10分钟走到了房间。美信让阿西帮忙把所有房间照下来，阿西确实照做了，但美信觉得照片不够多，于是他在浴缸、角落甚至柜子里摆拍，捕捉了更多细节。他以为任务到此结束，然而美信的任务才刚开始。他要调查周边，记下房子的亮点，例如邻近的餐厅营业至午夜12点05分，或是附近的树荫路适合晨跑。美信一回到店里就忙着做房租广告，快下班时差10分钟6点，美信刚整理好背包，海野副店长却突然拿出啤酒给大家，说是要开个欢迎阿西的小聚。阿西则表示自己更喜欢吃饱过喝足，他最爱的是猪肉寿喜烧。虽然美信决定饭前绝不先喝，他还是举杯语众欢迎阿西。干杯！阿西一口干了冰啤酒，感觉十分舒爽，前所未有。这全因他今天辛苦走了超过2万步，把身体累到了极点。他正想转头和美信分享这快感，谁知美信已经下班走了。他像往常一样去了最常去的仙鹤超市，却看到门口贴着休业通告，上面还有牛场先生鞠躬道歉的照片。美信心里想着，此刻只能靠街边的肉店了。看着美信迈进店的步伐和目光所指，店主立马明白他来买猪肉。美信选了200克薄切的猪五花肉，就是那种烫锅用的。得知美信只想用普通调味料后，店主却推荐了一种新的味噌做法。离店时，美信又顺手买了个刚炸的肉饼，只要100日元。回到家，他立刻洗了个澡，洗去了疲劳。这季里，美信几乎天天泡澡，一如既往的在43度的热水里泡4分47秒，然后立刻起来，戴上围裙准备做饭。把番茄切成小丁，把苏子叶卷起来后切成细条，用香油、蚝油和蒜泥调成酱汁，然后把番茄丁、苏子叶细条和醋泡姜片加进去，拌匀后撒上点芝麻，一道清爽的小菜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的菜品做法更简单，把买回的肉饼加热一下，铺在切好的卷心菜丝上，稍微花点心思，
混合蛋黄酱和番茄酱调出一碗极光酱。接下来准备做猪肉寿喜烧，用酱油、料酒、味淋、大蒜和味增调成调味汁，然后把喜欢的食材切好，在涂了油的锅中依次放入魔芋丝、豆腐、香菇、大葱，撒上砂糖，倒入调味汁。这一幕就像倒啤酒进杯子一样。现在是情绪高涨的时刻，汤汁一沸腾，就把猪肉片加进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现在就差从冰箱取出冰皮和杯子，马上就能享受一天中最幸福的晚饮。在炎热的夏日里，长时间在街上走后喝上冰啤，这感觉真是太爽了。今天还是先从凉菜开始吃，混合西红柿和腌姜片，酸甜味在口中爆开，真是夏天的完美享受。这么一口下去，美信肯定得再大口喝啤酒。接下来咱们尝尝炸肉饼吧。从小我总以为肉店的炸肉饼特别好吃，这对美信来说一直是个谜。浓厚的抹上一层极光酱，口感十足，肉汁四溢，得用这最后一口啤酒来配。今天的第二杯酒是美信早上才决定的，杯中加了一堆大冰块，然后倒上满满的原味苏打水，这种清新口味很配今天的浓郁料理。美信兴奋地打着鸡蛋液，首先得尝尝寿喜烧里的肉和大葱，它们在鸡蛋液中滚一滚，猪肉变得更加鲜嫩，葱味也更加突出，嚼起来能感受到汤里的丰富味道。现在来一口冰爽的原味苏打正合适，真得感谢阿西和那个肉店老板给的灵感，每个都是过了。现在就是尽情享用的时刻。这寿喜烧这么好吃，一个蛋肯定不够，炸猪排还有更多吃法，加点柠檬汁或者极光酱味道更棒。试下用极光酱蘸寿喜烧里的菜。我吃饱了。没多久，阿西的实习就结束了。他很感激美信教他重视亲自脚踏实地工作，但阿西并不愿意未来留在这个门店，他更想去数码部门。他打算创一个系统，让努力工作的人获得更多认可。我好像开始讨厌晚上喝酒了。作为一位36岁的资深独居酒客，美信的生活里总要热情地喝上几杯。但今天起床，美信似乎完全变了个人，显得情绪低落，面带忧郁。他走到存放酒杯的柜子前，正要打开柜门的那一刻，他转身走了，没有像平时那样把酒杯放进冰箱冷藏。上班后，他工作上也是错误连连。海野老师，抱歉，我今天下午能请假吗？海野老师也察觉到美信的异常，于是爽快地批准了请假，还承诺会负责美信的工作。谢谢。说完，美信就背着包走了。这是美信工作后首次遇到这种情况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提不起劲的美信突然决定去寺院。他与其他困惑的人一起坐禅，住持秋光子在帮忙解决人们的困扰，用木板敲打他们的肩和背。当人们执迷不悟时，一棒能打破迷茫，触及心灵。到了交流时间，住持让大家把心里的疑惑和烦恼说出来。我似乎不喜欢晚上喝酒了。大家都不太理解美信的烦恼，但对美信而言，晚酌是她生活的乐趣。她每天都想着怎样能喝得更爽。可这周她觉得晚上喝酒越来越没劲，就算做了美味可口的菜，她也感觉美食的乐趣不在。原本因晚酌找到的快乐，完全不知道今晚吃啥好。一想到得好好喝一杯，心就急得很，连工作都做不好了。设定的目标太高，用力过猛，反倒不会成功，只会陷入挣扎和痛苦。住持跟美信说，有着烦恼的人很多，像是艺术家或运动员。住持给美信写了个放下醋他去释怀，告诉他执着容易迷失自己，提议他不妨与平常的喝酒保持些距离。在住持的点拨下，美信心情明显舒缓了许多。她回家路上顺路进了家居酒屋，决定在这里喝一杯再回去。家中的例行晚酒今晚先暂停。当美信准备点菜时，注意到隔壁桌的客人都在用卫兵的杯子饮酒，下酒小菜竟然只有炸虾片。美信突然记起自己过去喝酒时都会精心准备冷啤酒和玻璃杯，还特地做了各种美味的小菜。她实在受不了这种随便的喝酒方式，显然她更喜欢一贯的喝酒习惯。于是她提起包迅速离开了居酒屋。此刻她脑海里有2000个菜想尝试。回过神来时，她已经到了常去的仙鹤超市。超市里今天正好有分割鳗鱼的表演，可惜真山店长想抓那滑溜的鳗鱼都抓不到。关键时刻，美信突然伸手抓到了一条。她觉得住持写的下字就像条在水中游的咸鱼，这肯定是激发了她今晚喝酒的灵感。我要买盒鳗鱼。美信一向节俭，她没买牛场先生推荐的2780日元的高级蒲烧鳗鱼，而是选了980日元的那种，从特7700实施购买。回家后，美信连衣服都未换，就直接从柜子里拿出2个酒杯。因为要快速让酒凉，她便把酒杯放进冷冻层，
然后他去浴室泡澡了。美信在43度的热水中泡了4分47秒，他发现这是泡澡消疲劳的最佳时长。泡完澡，他戴上围裙，开始做配酒小菜。虽然鳗鱼便宜，但今天照样能吃得很好。首先烧开水，用小竹篓让茶泡得更浓，接着把鳗鱼放入煮好的茶里煮10分钟，这样可以去掉鳗鱼的腥味。黄瓜、明河和生姜切成细丝，牛肉用相同方法切成小片。准备好这些，就可以把鳗鱼从茶水中捞出，接着在清水里清洗干净，用厨房纸吸干表面水分。鳗鱼的酱汁煮沸后淋在鳗鱼上调味，再切成小块，撒上花椒即成。准备一个小砂锅，放入甜味高汤、煨牛蒡，同时手动制作一些山药泥，把它和鸡蛋好好混一混。锅里汤一沸，就把山药蛋泥倒进去，盖上锅盖，稍等片刻，撒点花椒粉就完成了。然后把黄瓜、明河和姜丝摆好，再放上鳗鱼，用醋稍微调一调，撒上花椒，这凉菜也就做好了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只要从冰箱里取出冷冻的啤酒和杯子，就能享受一天中最幸福的晚酌时光。我要开始吃了，隔了好久再喝晚酌的感觉真不错。那冰啤酒一入喉，熟悉的亲切感涌上心头。今天不想想任何杂事，只想好好享受这个时刻。先来点小凉菜开胃，加点黄瓜和明河拌上醋，这样的搭配最适合夏日。鳗鱼带着酸味和调料完美结合，再来一大口冰啤，简直太爽了。用茶水煮过的蒲烧鳗鱼味道更佳，一点不显廉价。很快让美信喝完了剩下的啤酒，接着把新的啤酒和冷杯子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用勺子舀起带鳗鱼的鸡蛋山药泥，那粘稠的口感恰好包裹鳗鱼，这正是美信最喜爱的味道和口感，已经尝遍了每一样。现在该准备今天的主食了，在米饭上放上鳗鱼和葱花，浇上茶汤。鳗鱼茶泡饭是土用丑日的必吃美食，用勺子把鳗鱼轻轻捣碎，带有各种食材的茶泡饭入口，真的是幸福满满。美信自问，喝酒怎么这么幸福？自己到底在烦什么？虽是汤水料理，却意外适合下酒。努力做好吃的，然后细细品尝。美信的晚酌这样简单就够了，接下来就是尽情享受美食的时间了。试着给鳗鱼加点芥末，这种呛劲儿真解乏。鳗鱼确实不仅美味，还振奋人心。茶汤的最后一滴也别浪费，把碗里的都吃光。今晚的宴请真是尽兴，我已经吃饱了。第二天，美信精神满满的去上班，一到公司就看见海野先生在那儿跪着。美信只请了半天假哦。海野先生把美信的工作全弄错了，但对精力恢复的美信而言，这都不算什么问题。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5集刚出炉，作为一个36岁的老饮酒者，美信每天晚上都得喝到极致。为了明天的小酌，有时美信会提前1晚开始准备，比如她会这样做：在晚上睡觉之前，切好胡萝卜、洋葱，稍微炒一下牛肉，再加些番茄酱和咖喱块，煮成一锅香浓咖喱。美信有个诀窍，把煮好的咖喱冰1晚，味道会更棒。第二天早上，咖喱表面已略凝固，她舍不得吃掉这美味的咖喱，甚至差点忘了把酒杯也放冰箱。她走到柜子前，拿了2个不同的玻璃杯，又打开冰箱门，把杯子放进去，然后我就出门了。今天刚上班，大家就觉得海野分店长有点奇怪，他居然穿了套高级西装，还在镜子前仔细梳着头。原来今天是啤酒花房产中介公司的半年度颁奖典礼，海野分店长受邀参加。他正幻想着自己晋升总经理的场景，突然小葵发现他和美信也被邀请了，店里只有岛村没收到邀请，这情况真是挺尴尬的。岛村只好苦笑称他得留守店面。颁奖典礼上汇聚了所有杰出员工，虽然现场有各种美酒佳肴，但如果美信在此大吃大喝，晚上就无法享受那最美妙的时刻了。因此他故意选了个远离餐桌的位置，还避开了服务员送红酒的路线，这样自律才能享受最佳的晚酌。颁奖典礼一开场，社长麦田首先发言并敬酒，海野副店长和小葵都举杯畅饮，美信也双手高举杯子，喉咙动了动，好像真喝了什么，实际上他杯子里空空如也。金村经理还特地过来倒酒，为避开仪式上的酒，美信借口端上了金村喜欢的龙虾，分散了他的注意。如果不早点吃，那就请多多关照了。此刻的美信松了口气，但危险仍未解除。先田主管手里提着酒瓶走了过来，他跟海野分店的店长是同期，所以俩人很投缘。但先田主管有个爱帮人倒酒的习惯，美信没躲开，结果直接被灌了一杯满满的啤酒。如果喝了酒就违戒了，那一锅咖喱就毁了，可又不能不喝领导倒的酒，所以美信只好慢慢把酒杯举起，啤酒泡沫轻抹唇间，喉咙随之一动一动，真好喝。虽看似美信刚喝了酒，其实她只用双手遮掩，加上高超演技来糊弄众人。
杯子里的啤酒他一滴未沾。这招是美信无奈中的应对技巧，得益于他的突出成绩。每次聚会，麦田社长都特来找他聊天。这次社长特地为美信准备了和公司成立同年的威士忌。不止这些，大厨还展示了即将烹制的牛排。这一刻无疑是美信最焦虑、最尴尬的时刻。他只需前进3步便能享用那顶级牛排。牛排在铁板上煎烤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油脂在铁板上噼里啪啦作响，再淋上特制酱汁。大厨随即将这香气四溢的牛排送到美信面前。麦田老板极力推荐搭酒吃牛排，似乎所有人都盯着他看，期待他把那些美味一扫而空。显然美信没想到会这样，他脑海里一直闪现咖喱冒泡的画面。然而此刻又饿又渴，他决定不再挣扎。正当他准备喝酒的时候，灯光突然全灭，原来是分店长突然拿出了一个大蛋糕，庆祝麦田社长的68岁生日。遗憾的是，社长的生日实际上上个月已经过了。这时美信从社长后面走出来，他拿着空盘子和酒杯说这样的组合很好吃，但实际上他把酒和牛排都给别人了。难得等到仪式结束，美信去了附近的商店街。这家中九宝蔬菜店的菜既新鲜又便宜，他选了盒小西红柿，又拿了颗西兰花。店主娘觉得美信很对胃口，老板送了免费的西葫芦和茄子，还给了他一个超级大的折扣。这堆蔬菜居然只花了180日元。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美信就是在43度的热水里泡了4分47秒的澡，然后立刻穿上围裙，开始准备晚餐小菜。看到这么多菜，美信决定今晚做咖喱火锅。首先把各种蔬菜切好，先把西兰花和虾仁放进开水里焯一下，茄子、蘑菇、玉米笋和小番茄等用橄榄油烧煎，这种焦黄色让人满怀夏天的热情。接下来是比较费力的步骤，但做肉丸是必不可少的。肉丸炸到表皮微硬后取出，香肠也是必备的配菜。然后要准备一道以洋葱为主的小菜，洋葱丝加咖喱粉、辣椒粉、橄榄油、醋、糖和盐，最后稍微淋点柠檬汁。虽然没去过印度，但美信肯定那是印度小摊的香味。最关键的时刻到了，取出冰箱的咖喱再加热，配上小碗和各式配菜就完成了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要拿出冰箱的冻啤酒和杯子，就能享受一天中最愉快的晚餐。我要开始吃了。压抑已久的派对心情终于被冰啤酒给安慰了。美信觉得今晚能大吃一顿。先尝尝洋葱小菜，汁多辣香，口感超赞，美味在嘴里转个不停。美信不由得用印度语赞了句好吃，然后大口喝下冰啤酒。接着是今天的重头戏，咖喱火锅。光看外观就知道有多美味。用叉子戳起西葫芦和虾仁，果然放一碗的咖喱吃起来惊为天人。正如美信所预料，绝配吃韭菜，西兰花与香肠搭配也是妙不可言。很快的，第一杯啤酒就见底了。今天美信不打算喝第二杯啤酒，改喝最近大热的冰镇苏打水。超大的冰块就像冰山一样在杯里漂浮。肉丸裹着满满的咖喱，扎实的口感配上浓郁的风味，再喝一口清凉的苏打水，这搭配可能比高档牛排和威士忌还高级。美信忽然想到用咖喱做个主食也挺好，先用橄榄油炒点米饭，加点咖喱酱，接着炒，盛好后浇上满满的咖喱，撒点欧芹，这就是美信特色的烤咖喱。比普通咖喱饭，这种方法味道更浓郁，现在可以好好享用了。尝试给咖喱里加点洋葱，脆香浓郁的口感真是少见，搭配冰苏打，既能解腻又提神。多种蔬菜带来了丰富的组合，每一口的味道都与众不同。我已经吃饱了。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6集终于上线了。身为36岁的老资格独居女酒客，美信每天都必须喝2杯冰啤解渴。今早美信起床时，表情不似往常般开朗，这是因为她做了一个梦。梦中小葵和岛村下班去酒吧喝酒，喝了几杯后，小葵喝得微醺，指着岛村头说他一点特色也没有。岛村沉思片刻，觉得他说的对，因为前几天女友也说过类似小葵的话，然后2人就分手了。但按美信的看法，小葵并不是那种会逼迫岛村的人，这让他松了口气。按惯例，他走到存放酒杯的柜子前，今早从里面选了2个不同的酒杯，放进冰箱冷藏以后才安心去上班。我刚出门，美信一进办公室，就看到小葵趴桌上，不停的说错都在他。美信关心的问发生了什么，小葵说他昨天批评岛村没个性，结果今天岛村就请假了，他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伤了岛村的心。美信也挺吃惊，因为他做的梦居然成真了，而海野分店长却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自告奋勇给岛村打了个电话，想在通话中给岛村加油打气，可海野分店长总是弄巧成拙，电话里不断说什么没个性之类的，结果他的安慰反而让岛村更伤心。最终岛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美信邀请小葵下班去看看岛村。根据员工手册的地址，
俩人下班马上到了岛村家门口，正好遇到出门的岛村。为了躲避发现，美信甚至用垃圾桶盖子遮住自己。接着，岛村走进了一家服装店，在店员推荐下，他是穿了红色西装和皮鞋，还搭了帽子和墨镜，看起来非常自信。看到路边的电视台在采访，他特意在摄像机前走来走去几次，但都没能引起记者注意。后来他来到了一条小巷里的酒吧，点了一大杯啤酒。这时美信和小葵进来了，小葵深深地给岛村鞠了个躬道歉。岛村委屈地喝了一大口啤酒。美信对他说，心情不好喝酒是喝不出滋味的。他带岛村去了另一个地方，就是那家位于地下的小酒吧。传说这里的老板调制了人生中最佳的啤酒。老板也像美信一样喜欢收集各种杯子。美信好奇地问他，自己更像哪个玻璃杯？岛村挑了最普通的一个，因为他感觉那个杯子没什么特色，就像他。请给这个酒杯倒2杯啤酒。好的。金色的啤酒慢慢流出，老板用特别精准的方式倒出了一杯泡沫和啤酒比例极佳的啤酒，最后用刮刀把顶部刮平，就可以上桌给岛村和小葵了。美信说，有个性的玻璃杯会使啤酒泡沫复杂化，不利于酒味的发挥，简单的玻璃杯反而能让啤酒似乎灵动起来。小葵也说，岛村不在店里，很多事情他们都搞不定，岛村的细心能弥补海野先生的不少失误，也给了他大力的支持，通过帮助身边人让大家都高兴起来。岛村不缺个性，这正是他独一无二的个性。美信觉得从这角度看，岛村才是店里的王牌。喝下一整杯啤酒后，岛村的心情终于好转了。他正要转头感谢美信的安慰，却发现旁边的座位已经空了。结完酒账的美信此时正冲向仙鹤超市。肉一，真山店长与牛场先生正介绍袋鼠肉与鸵鸟肉，但美信今晚的主菜选的是猪肉片。一回家，他首先泡了一个4分47秒的热澡，水温43度，接着从冰箱里拿出各种剩菜剩饭。这些食材虽然平淡无奇，但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够变废为宝。首先把超市买的猪肉剁成肉末，然后把紫苏叶切碎混进肉末里，加入盐、酱油、糖、黑胡椒和淀粉，然后用手好好拌匀，盖上保鲜膜，冷藏入冰箱。下步是把纳豆填进油豆腐，这是小酒馆里美信最爱的菜。填好的豆腐包放烤箱就行，等待时给切好的葱加蒜泥和盐，烤箱一响就能取出烤好的豆腐包，最后把拌好的葱花撒上去，不仅外观也是味道大大提升。奶油奶酪的吃法真多，但美信有爱加辣油的方式，快速搅拌，美味下酒菜搞定。辣甜结合，美信乐得直点头。平时萝卜干总是煮着吃，美信今天要试试新做法，用橄榄油将大蒜煸香，然后加入萝卜干，再倒入少许水和1小个干辣椒快炒，期间撒点盐和小沙丁鱼做调味。萝卜干就按美信的风格做好了。听说美信发现这个食谱时比入职那天还高兴，现在该从冰箱取肉馅了，用手捏成大肉丸，放进少油的平底锅里煎，两面煎黄后就浇上烤肉串的酱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接下来从冰箱拿出冻啤酒和杯子，就可以享受一天中最惬意的晚酒时光了。我开始吃了，今天走了老远又泡了澡，身体挺累的，突然喝了口冰镇啤酒真解乏，还得谢谢岛村呢。先尝尝辣油拌的奶油奶酪，真的是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虽然奶酪通常更配葡萄酒，但加了辣油，什么酒都好喝。萝卜干一吃就让人笑开花，加了小沙丁鱼的咸香更丰富。结果美心一口气喝光了一整杯啤酒。第二杯就选抹茶味的吧，把抹茶粉用水调匀，然后拿出今天的第二个酒杯，加入一堆冰块和低度烧酒，倒入抹茶叶搅一搅。这杯的颜色真的很好看。大口吃下裹着纳豆的油豆腐，在美心看来，纳豆与油豆腐肯定是前世情侣，不然怎会这么绝配呢？大葱让味道更上一层楼，肉球特别紧实，加了生鸡蛋液更嫩滑。喝口抹茶烧酒，日子美满，夫复何求？然后就是尽情享受美食的时间。尝试在萝卜干中加入更多小沙丁鱼，生鸡蛋液中撒点辣椒粉，再拿来蘸肉球。今天的辣味菜品还挺多的呢，或者是用苏子叶包着肉球一起吃，吃起来解腻又清新。转眼间所有盘子都被吃光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第二天岛村回到工作岗位，他考虑了整整一晚，如果他也像大家那样个性十足，可能会让一些顾客难以接受，于是他决定接受自己平淡的个性。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7集终于来了。作为一个36岁的酒爱好者，美信每晚都要喝到酣畅淋漓。最近他迷上了一个关于美食与美酒的占卜，好像有机会遇到某人，他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，思考后决定还是准备一下喝酒的器具。如常他走到放酒杯的柜子前，今天早上从中选了2个相同的酒杯，放进冰箱冷藏后，美信就安心去上班了。特别稀少的啤酒花房屋中借空无一人，这大概是1年里最悠闲的日子了。岛村和小葵已经在悠闲的品茶，
海野副店长告诉他们，没事干就找点事是优秀员工的表现，但他自己也在偷玩魔方。店里只有美信一副忙碌的样子，其实他只是在本子上写美式美酒的字。这样下去真的就太闲了。客人没来啊？即使小葵拼命祈祷，今天店里依旧门可罗雀。美信也感觉到今天闲得不行，连几卡路里都没消耗，这样晚上喝酒可就危险了。所以1到6点，美信就闪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她今天的计划很明确，就是把多余的卡路里全在健身房消耗掉。美信把跑步机速度设到了7.4，这让她感觉无比兴奋，仿佛重返岛上练跑的日子。旁边的跑步机也有人来了，美信总觉得有伴一起更带劲。她侧头一看，竟是市场那家海鲜店的鱼子老板娘。鱼子把速度调到了9.2，声称今天要减掉5公斤，但不到1分钟就停了下来，接着立刻去称了重。见到体重秤显示58.25公斤，鱼子有些困惑，不明白为什么运动过后体重还是原样。美信对他说想瘦的话得加把劲，然后带他去骑动感单车。身体渐渐变热，美信感到自己快要准备好晚上喝酒了，开始规划晚酌的菜单。忽然想起早上占卜的提示，原来他今天要遇见的就是鱼子小姐，毕竟人家是海鲜店掌柜的，对于最美味的鱼肯定有独到看法。像现在的沙丁鱼肥美极了，蒲烧沙丁鱼配啤酒绝配，或者鲷鱼做刺身，加点红薯酒和气泡水超适合夏日。炸竹夹鱼配嗨棒也值得一试。一聊到鱼，鱼子小姐就想游泳了。她从动感单车匆匆下来，美信赶紧跟上，两人换上泳衣便跳进泳池消耗热量。虽然美信装备一应俱全，实际上她游泳不行，只能在水中缓慢前行，但一入水，她就开始考虑晚上该配什么鱼料理。当游到泳池中央，她注意到旁边某人的游泳像极了鳗鱼，可惜最近才吃过鳗鱼。她转头又见鱼子身穿橘黄泳衣，突然思维通畅了。游完泳，鱼子跳进热水池放松。美信终于决定了，她想吃三文鱼火锅。说完，两人去更衣室洗澡换衣。美信知道自己要吃啥，心情好，但鱼子的心情就差了。一称，体重居然增了200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她今天就想恢复到结婚时的体重，要不然面对老公她都觉得尴尬。索性以后改名叫肉子好了。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雨了，美信跟着鱼子一块去了海鲜店。鱼子的丈夫没嫌她没瘦，反倒赞她一天下来变得更清新，不论鱼子怎么变，他都爱。然后鱼子端出了一份超棒的三文鱼，价格是1500日元，但他说因为美信今天很努力，所以这块鱼肉就给他了。看来今天鱼子小姐是美信的贵人。回到家后，美信先泡了个热水澡，水温43摄氏度，时长4分47秒，接着开始准备晚餐的食材。她先把三文鱼切成小方块，同样大小的牛油果也切好，然后用盐昆布、芝麻油、酱油、糖和干辣椒调味，最后加入柚子、胡椒拌匀，成了绝佳配酒小菜。再冷藏一下，让小菜更美味。第二道菜用邻居送的葫芦卷制作，把山芥末擦成细粉，这种芥末比常见的更清辛辣，然后将其撒在葫芦卷上，这样一道菜就完成了。下一步是准备今天的主菜三文鱼涮锅，往砂锅里加适量水和昆布加热，同时切点葱花放进冰水里冰镇一下，接着把剩下的三文鱼切成均匀的片。根据美信的个性，做火锅蘸酱至少得准备2种，一种用柚子醋、萝卜泥和葱花搅拌，另一种是芝麻酱拌蒜泥和豆瓣酱。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现在只要从冰箱取出冻啤酒和酒杯，就能享受一天中最幸福的晚餐。我开始吃了，在健身房流了那么多汗，啤酒一入喉，觉得一切都值了。美信快感动得要哭了。先尝尝山芥末葫芦卷，甜辣清爽味融合得刚好，这味道真成熟，脆脆的葫芦条让牙都兴奋了。吃完再喝啤酒，简直太爽。试试三文鱼拌牛油果，加了盐昆布，三文鱼和牛油果的味道更丰富了。美信一口气把一杯啤酒喝光，立刻又拿了个新杯子和第2瓶啤酒。接下来的主菜是今天的重头戏，用筷子夹起一片三文鱼，涮了4下，然后蘸上柚子醋和萝卜泥的调味酱，真的是一吃就化的感觉。鱼肉搭配啤酒真是绝配，但记得不要把三文鱼煮过头，过熟会毁了口感。第2片三文鱼试试配芝麻酱吃，比起清新的柚子醋萝卜泥，这次的味道更加香浓。接下来就是尽情享受美食的时刻。美信不满足于一片鱼肉，直接2片鱼肉一起涮，然后叠在一起吃下去，这种厚实的口感真是难以抗拒。三文鱼煮过的汤也不浪费，煮点面条，用鸡蛋和蘸面汁调成美味的底汤。今晚的主食也准备好了，把面条裹在鱼肉里一起嚼，配上最后一口酒，这顿晚饭真不赖。我吃饱啦。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8集上线了。36岁的独居女酒鬼美信，每晚都要把饮酒进行到底。今天一醒来，
美信边上口红边想着他与牛场先生的牵手，明明牛场只是个支持他挽酒瘾的超市员工，却变成了他美容的动力。想罢，他如常前往放置酒杯的柜前，选了2个不同的酒杯，放好东西才安心去上班。今天星期天，啤酒花房地产公司正是一周最忙的时候，但是销冠美信异常的请了假，岛村和小葵似乎也有安排，一起选了下午休息，只剩海野分店长一个人在。镜头一转，仙鹤超市的牛场先生穿起了帅气的西装，美信也换成了高跟鞋和红裙，这醒目的打扮让牛场先生都看呆了。2人其实不是在约会，而只是作为舞伴参加探歌舞大赛，真山店长也是参赛者之一。事情要从2周前的某一天讲起。那天美信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去仙鹤超市买食材，他看到超市墙上挂着一张探歌舞赛的海报，这时牛场先生突然出现在他背后，询问他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参赛。原来牛场先生在休息时听到真山店长正在通电话，说点什么。牛场先生在人前总显得脚步踉跄，为了展现自己的勇气，他决定参加比赛，让真山店长刮目相看。想到牛场先生如果离开仙鹤超市会很遗憾，美信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另外，跳舞也是锻炼，能帮他达到适合晚酌的最佳状态。比赛终于打响，小葵和岛村也做好了应援准备。加油，美信小姐！真山店长和他的舞伴是2号选手，虽然身高配对看着有点怪，但他们的腿部动作真的挺厉害。小葵觉得真山店长跳舞时特别迷人，他们的表演也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。接下来轮到美信和牛场先生出场了。音乐一响，牛场先生绅士般单膝下跪，向美信伸出了右手。一身红衣的美信也优雅地接受了邀请，然后2人开始优雅的舞步。蓦然料到他们竟然这么默契，连气氛也掌握得很好。美信认为这都是正常的显示，毕竟他和牛场先生努力练习了2周，虽然调整合作初期很难，本以为可以轻松夺冠，却没想到牛场先生一滑，2人直接栽了。牛场先生叹道：“我总是给别人添麻烦，所以被仙鹤超市开除也是情理之中。”这时真山店长挺身而出，原来他根本没打算开除牛场先生，反而计划下周提拔他。观众和选手们一起为他们加油，海野分店长也不知何时赶来助阵。2人随音乐再次完成了先前的高难度动作，同样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。最后真山店长和他的女伴赢得了冠军，奖品是高级牛排和1万日元的啤酒券。虽然美信很想得到奖品，但能跟牛场先生一起参加比赛也很开心。今晚他去了商店街的肉店，一进门店主就看出他想买牛肉，特别是美味的牛排。店主是通过观察美信挑肉的方式和脸部动作得出这结论的。最后美信以半价买到了牛肉。回家后他先泡了个恰好4分47秒43度的热水澡，准备晚餐的食材。先把粗壮的章鱼腿切成厚片，然后在热锅里加橄榄油和蒜末，蒜香出来后倒入章鱼和盐块炒。因为美信跳舞时要靠近牛场先生，所以他最近没吃蒜，他真的很想念这个味道。最后撒点欧芹和几点柠檬汁就好了。接着把西葫芦切小段，裹上面粉后放油锅煎炸，表面微焦的外观，撒点盐和蒜粉调味就行。下一步是今天的重点，牛排。这牛排肉厚实，真不多见。先撒点盐和黑胡椒腌一下。煎牛排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流程，单面高火煎1分5秒，然后翻面用中火煎5分钟。这时候把洋葱、青椒和红辣椒切碎，撒上盐、糖，加葡萄酒拌匀备用。热乎的牛肉切成小块，搭配刚弄好的青菜就完成了。美信现在已经馋到流口水了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只需把冰镇的啤酒和杯子从冰箱取出，就能享受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。辛苦整整2周，啤酒一饮而下，感觉疲劳全消。先来尝尝章鱼脚吧，挤点柠檬汁，再加上蒜味，这菜肯定美味。海鲜配蒜和啤酒也很搭。接着试试炸西葫芦条。美信原本以为西葫芦不适合做下酒菜，但今天的尝试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。而且相比炸薯条，炸西葫芦条不仅热量低，罪恶感也少，这让美信一口气喝完了杯中剩余的啤酒。今天的第2杯，美信打算钓个嗨棒，把冰镇酒杯加满冰块，先倒威士忌打底，再加苏打水，慢慢倒入，以防气泡消失。关键是威士忌和苏打水比例得1比4。喝上一口，从头到脚都是刺激的感觉。终于轮到吃牛排了，早准备的蔬菜酱浇在牛肉上享用。牛肉既嫩又多汁，带有白葡萄酒微酸的蔬菜酱相融，真是奇妙的组合。希望我家附近的小酒馆也能有这菜。接下来就是尽情享受美食的时间了。虽然桌上只摆了3样菜，但今天的食材质量特别高，美信已经开心的用手直接吃了起来，偶尔吃一口冰的让人头皮发麻的嗨棒，
再配上一口清新的蔬菜酱，最后将盘中的牛肉统统清空。今晚的饮食真的让人特别满足。虽然在众人面前跳舞让我紧张，但跳舞让我享受了美好的晚餐。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9集终于上线了。36岁资深单身女酒客美信，她每天都得享受超赞的晚酌时光。这一天，美信在梦中不断想起以前吃过的佳肴和啤酒，结果不小心睡过头了。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赖床，要是不赶紧的话，肯定要迟到。海野分店长肯定又要冷嘲热讽，所以美信只得赶紧穿衣洗漱，然后决定骑自行车上班。好久不见的选择，这比走路快多了。美信尽管如此，依然没忘记常规。她从柜子里选了2个相同的酒杯，放进冷藏室后才安心去上班。路上，美信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可是一进门就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的。海野副理走到快9点半才来，早知这样就没那么急了。下午有个男人走进店里，正是隔壁拉面店的老板委员。他一言不发，从外卖箱里拿出一碗担担面，看来他今天是来当顾客的。他希望找个能让这款担担面畅销的店面。小葵和岛村立刻尝了尝它的味道，辣味加的恰到好处，芝麻油的分量和肉的烹煮也掌握得完美。海野分店长一大早就边喝啤酒边吃了起来，他看得那么入迷，好像非常馋美食，明明什么都没吃，却能准确说出汤的配方。可惜我午饭后到晚上喝酒前都不能吃，虽然不能吃，但光闻香味就很满足了。这么好吃的担担面因为位置问题卖不出去，委员因此很焦虑，为帮委员找最佳店面，美信背上包戴上头盔，准备去人气店铺调查一番。这一段路程骑自行车比坐电车更方便。他首先抵达了车站旁的一家拉面店，虽然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，但门口已排起长队。学校附近的拉面店虽然少点，那里依然座无虚席。第3家因推出网红菜受女生欢迎，第4家店外就能嗅到浓郁的猪骨鱼香，特别适合劳累后补盐分和能量。美信就这样骑车一家接一家的逛，因此消耗的能量让身体渐入佳境，适合喝上一杯。一会儿后，美信有点疲惫，于是稍微减轻了自行车的阻力，但见路边跑步的人都超过了他便增加了些阻力。熟悉美信的人都清楚，他是那种见坡必爬的性格，所以当他看到前方的大坡时，他打算做出晚餐前的最后努力，在不减阻力且不站立的情况下一气呵成地骑上坡顶，累得美信都皱眉了。爬到坡顶，他看见一家拉面店，于是又绕了一圈。2小时内，美信光顾了25家拉面店，最终他停在了委员的小店前。店里顾客寥寥，因为店面太不显眼，很少被人注意。美信恍然大悟，随后骑车离开。今天跟拉面特别有缘，晚上就用拉面配酒。像往常一样去了仙鹤超，正好超市在促销大包装肉类，可惜这种大分量的肉对独居的美信来说太多了，于是他转到街上的肉店买了排骨，看到柜台上的叉烧也忍不住买了一小块。回家后，美信先泡了一个4分47秒的热水澡，然后开始准备晚餐食材。先处理排骨肉，手工拍平，然后用烤肉酱、咖喱粉、酱油和糖调成酱汁，用此酱浸泡排骨。腌制期间，切葱成丝放盘中，叉烧切条摆在葱丝上，淋上芝麻油、酱油、黑胡椒和芥末，如此葱味叉烧凉菜就完成了。腌好的排骨裹上淀粉，下油锅炸至金黄，这将是拉面的绝佳下酒小菜。为了准备更多的配菜，把菠菜和豆芽快速焯一下，然后用腌肉的酱料炒肉末，接着试煮面条。为了让汤味更浓，美信先加入调料包的酱，再额外加点烤肉酱、柚子胡椒和大量葱花，加热水搅匀，把煮好的面、豆芽、菠菜和肉末放上面，最后是放上切好的排骨和撒上芝麻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只差把冷藏的啤酒和杯子拿出来，就能享受一天中最惬意的晚饮时光。喝了一口啤酒，这种凉爽透心的感觉直达微酸的双腿，这种感受只有骑车累的日子才有，真得感激自己赖床。今天不先吃凉菜，而是趁热快点尝尝炸排骨。食物入口，香料气息四溢，浸泡在浓汤中的面衣完美搭配啤酒。美信愉快地大口喝下啤酒，搭配菠菜，再尝一口鲜美多汁的肉。美信一口气把杯中酒喝完，从冰箱取出新的啤酒和第2个杯子。接下来尝尝凉菜怎么样？果然叉烧加葱味道最佳，油脂和脆感交织，香而不腻，葱的微辣味也恰到好处，和啤酒挺配的。拉面很有嚼劲，浓郁的汤浓密地裹住每根面，碳水的力量无人能敌。美信甚至怀疑自己的创意和烹饪是否比房屋租赁更适合开拉面店。美信吃得津津有味，尽管今天只有1碗面和1小菜，但可能性很多。辣椒油的加入真是让味道大不相同。最后，美信甚至端着盘子大快朵颐，吃拉面配点酒，多享受啊！第2天，委员再次来到店里，
美信建议他重新思考一下搬店的事。他调查后，制作了一张拉面分布图，清晰展示了各店铺的布局及顾客差异。委员的店门前每日都有众多下班族流过，很多人其实只想喝一杯就走。他建议针对这部分顾客，多准备些下酒小菜，这样也更符合市场需求，吸引顾客进店后，他们自然会喜欢上担担面。按照美信的建议做，果然不久，委员的店铺客满。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10集新鲜出炉。36岁的独居老酒客美信，每日都要追求完美的晚酌，但今天美信没在自家床上醒来，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。今天一早，美信就走进了这个房子的厨房，打开冰箱，看到新鲜蔬菜，顿时心情大好。一眼看到，感觉心情瞬间被疗愈。从水槽旁取了2个相同的玻璃杯，把它们放进冰箱冷藏一下。美信放心上班去了。穿过绿油油的麦田，跟几只小羊打了声早安。美信最后到了啤酒花房地产的群马大山坳分店，他从这周开始在这里工作，调动工作持续3周。美信立刻抓住了这次机会，因为他想在新环境找新的乐趣。有他这样的销售冠军相助，其他员工都挺高兴的。但出乎美信意料的是，这家分店的店长山野先生，居然和美信之前的同事海野分店长长得一模一样。尽管面孔都像海野先生，山野先生的工作能力却明显强很多，也更得员工们的喜爱。我姓山野。即使山野分店长这么说了，美信仍旧带着怀疑，因此当分店长只喝淡茶。美信好奇地问道：工作时不应该喝啤酒吗？一直都是海野先生的风格啊。但分店长只说，哪有上班时间喝酒的领导哟？今天要跟山野先生一起去采摘夏季蔬菜，因为天天爬山路，因此他身体状况特别好，几乎每晚都能畅饮自如。通常房产中介不会做这种工作，但在这个门店，一常客总是邀请他们去摘新鲜蔬菜。山野先生认为对方是个好人，但他的表情看起来有点难以亲近。换上适合下地的衣服，美信便开始劳作了。首先来到玉米田，不久山野先生就感到腰腿酸痛，但美信提到他之前在东京工作时，每天都坚持做空气椅子练习，因此他的体质相当不错。山野先生决心也要加油。然而美信思考，如果换成海野店长，他肯定就找个角落休息，喝饮料唱歌了。接下来的任务是摘西红柿。山野先生仔细地教美信如何挑选，让蔬菜更美味。可美信在想，要是海野先生在这儿，一定会立马抢去吃那西红柿。采完后，美信还得帮忙把蔬菜搬到车上。对他这么瘦弱来说，一箱茄子就显得相当沉了。不过，只要把它们搬完，肯定能燃烧不少卡路里。晚上小酌也较为助兴。这时，他发现山野先生的茄子从筐里掉了，美信立刻跑过去捡起来，虽然弄得浑身泥土，但茄子完好无损。晚上大家举办了烧烤派对，看着烤架上的蔬菜，美信快要流口水了。山野先生和海野先生喝多了，简直判若两人。村里人都特别喜欢美信，那晚他不仅得到了新鲜蔬菜，还有村民亲手制作的大葱和鸡蛋。在这工作的日子里，美信特别开心。回到家，看着新买的食材，美信决定先洗个澡。虽然担心浴水能否保持43度，但打开窗户便是无法在东京看到的夜景，周围全是自然的氛围，让他不禁想起要喝点小酒。然后他开始准备晚餐的食材，先将新鲜蔬菜洗净，再泡在冰水里使之更脆。他想把自己摘的菜做成让人忍俊不禁的美味佳肴。玉米和芦笋剁成小段，稍微煮一下，平底锅里加黄油，加热至融化，然后将煮好的玉米放入煎一下，加点酱油，香味立马迸发。美信觉得自己的大脑都是黄油做的了。芦笋只需用橄榄油和盐烤制，煎到表面略焦即可出锅，加个温泉蛋，撒上芝士和黑胡椒。虽然简单，却是款很下酒的美味小菜。今天的重头戏是茄子，美信要全力以赴把茄子做到极致，这也是他今晚的任务。葱姜蒜切得细细的，放进一个碗里，再加点糖、酱油和醋拌一拌，就能调出味道丰富的油淋鸡酱汁。然后把几片猪肉在热水里涮一下，肉片一变色就可以冰镇一下。虽然是肉，但今晚它也只是茄子的配角。把茄子切半后下油锅炸一炸，炸到表面油光发亮又微皱就算刚好。然后放上猪肉片，淋上酱汁，有淋茄子就做好了。试试村里人送的大葱，剩的黄瓜、西红柿这些就拿来蘸酱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差拿出冰好的啤酒和杯子，就能享受一天中最美的晚餐时光。干完活后的啤酒真是太爽了，再来根冰凉的小黄瓜，蘸点葱味的味增吃，蘸点葱味的味增吃。小黄瓜又脆又爽，好像新鲜都要从嘴里冒出来。葱味味增，味道浓郁，却和小黄瓜意外搭。尝尝芦笋怎么样？轻戳温泉蛋，让蛋黄慢慢流淌，香浓的芦笋配上蛋和芝士，味道正好。用这个方法烹饪，美信觉得自己能吃2米长的芦笋。
小葱搭配大葱的味道，略带辣意，让美信一口气喝完啤酒，又从冰箱里拿了第2瓶啤酒和新杯子，接着试试黄油玉米的味道，一口下去立刻尝到夏天的感觉。尝尝今天的主菜，有零茄子，再加点猪肉片，真是绝配。茄子浓香与清新猪肉的完美结合，油淋鸡的酱汁酸甜开胃，还能帮助消解油腻。接下来尽情享受美食吧。西红柿撒点白糖，味道更佳。一根芦笋蘸着蛋黄，试试葱味增鲜，这种新搭配也挺特别的。大葱增味酱和蛋黄酱混合，风味更丰富，这就成了口味平衡的咸甜酱。今晚晚餐清新又自然，把最后一块玉米吃完，接着吃几片猪肉，把啤酒一滴不剩的喝光。新鲜蔬菜让美信的夏日晚餐更完美。时间飞快，3周就这么过去了。山野分店的店长开车把美信送回东京店，还带来了很多新鲜的蔬菜。山野先生拒绝见海野分店长，而海野分店长却故意扮成山田的模样搞怪。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11集刚更新。36岁的资深单身女酒客美信，每天必须享受完美的晚酌。一早美信就在厨房忙碌，她找到一个蒸笼，发现好久没用了，想开来看看，却发现坏掉了。但这不妨碍晚上的饮酒计划。她挑了2个不同的酒杯，放冷藏后才安心去上班。今天啤酒花房产中介迎接了大木一家7口，他们想找一套能让全家满意的房子。大木先生期望有个私人书房，大木太太则梦想有个带岛台的厨房。有些孩子想要大洗面台，有的则想要阁楼和壁橱，还有的想有编辑视频的电脑房。最小的俩则梦想一个足够大的房子，可以玩捉迷藏。这些要求加在一起，可以说是美信遇到的最棘手的客户了。大木夫妇也清楚这些要求不太可能全满足，他们可以将愿望稍作延后，但仍希望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家满足孩子们的需求。你们目前住在怎样的房子？我没接待过大家庭的客户，想参考下。那你可以实地考察下。美信于是去参观了大木家目前的住所。房间其实不小，但9个人住一起，东西多了就显得拥挤。大木太太一进门就不慎扭伤了腰，但家里一群孩子正等着吃晚饭，没办法，美信只好自告奋勇顶替大木太太做饭。那我去买点东西。我也要去。我也去。那大家一起去吧。美信和岛村在超市门口碰头，岛村爱搭理孩子，也想帮忙做晚餐，但大木家的孩子却说不喜欢岛村那种满面笑容的帅哥。孩子们真是太可爱了，一进超市就忍不住到处乱跑，还一直排队去试吃东西。岛村耐心地提醒孩子们，试吃1次就够了，不应该排2次队。孩子们回应说他们明白这个规则，只是想和岛村开个玩笑。没想到岛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。美信看着这些不禁觉得，大木太太自己带7个孩子真是太能干了。然后孩子们就开始往美信的购物篮里塞喜欢的零食，本来是来买晚饭食材的，这可咋办？美信突然灵光一闪，决定晚饭做饺子，还要大家一起包。孩子们立马就感兴趣了，于是美信叫孩子们帮忙挑选卷心菜、韭菜和猪肉末。孩子们很快就搞定了这些食材，按每人20个饺子算，他们总共得包180个饺子。美信把卷心菜和韭菜切好了，接着大伙儿把肉馅调好。他想让孩子们体会到做大量料理的辛苦，他们妈妈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，准备好了以后就可以一起开始包饺子。整个过程充满了欢笑。孩子们说，尽管现在住的地方小且挤，但他们感到很满足。美信在包饺子，岛村已经开始煎了，这手艺做的饺子看着真好。2桌子拼一起了，大木先生也下班了，大家总算能吃晚饭了。自己做的饺子味道确实不同，孩子们吃得很高兴。最小的还主动给岛村夹菜了，但因为他要自己喝酒，所以美信没在大木家吃晚饭。他说已经找到了合适的房子，有书房、厨房还带操作台，正是大木夫妇梦想的家，还有车位空着。但这样孩子们的希望就没法实现了。其实孩子们知道父母很辛苦，经常忽视自己的需求，一切都以他们为先。这次选房，他们想挑个理想的房子让爸妈住，只要能一直和爸妈在一起，他们就满足了。离开时，大木太太把剩下的食材都给了美信。一到家，美信先泡了一个4分47秒43度的热水澡，然后开始准备晚餐的食材。她把猪肉末和切好的竹笋放进袋子，加入酱油、蚝油、砂糖和盐调味，加点葱姜水能去除猪肉的腥味，然后通过袋子揉捏均匀。接着加入裹了淀粉的洋葱碎，简单揉一下，把馅料平铺冷藏，这能帮助味道更好融合。同时将下酒小菜切成细丝，加入少许调味汁、砂糖和芝麻油拌匀，将明核和紫苏叶也切成细丝，和之前的小菜混合均匀，撒上芝麻，美味小凉菜就完成了。这包是今天下午在超市买错的馄饨皮，平铺在菜板上，
留点空隙，然后从冰箱取出一条好的肉馅，剪开密封袋一角，做成零食裱花袋，方便挤入肉馅。美信决定用这些馄饨皮做烧麦，轻轻捏紧馄饨皮边缘，做起来特别简单。在沉底的平锅铺层卷心菜，倒入少许水，加热至沸腾，即使蒸笼坏了，照样能做蒸烧麦。盖好锅盖，等8分钟。8分钟后就能看到烧麦皮儿透亮，馅儿饱满。加点卷心菜丝一起上盘，挤点黄芥末增添色彩，蘸的有辣酱油，也有加胡椒的醋。平底锅里的卷心菜也是美味下酒菜。再加点水，再放些咸牛肉罐头，让咸牛肉的美味深入菜叶之中。准备就绪。接下来从冰箱拿出冷藏的啤酒和杯子，就能享受一天中最愉快的晚餐时光。今天和7个小孩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，觉得比上班还累，这让今晚的啤酒格外的痛快。先尝尝加了明和的凉菜，这是美信一时兴起做的，所以在尝之前完全猜不到味道。他细细品味了一番，散发着独有的明和和紫苏叶香气，而且意外的搭配得很好，有种令人欲罢不能的美味。然后试试咸牛肉裹卷心菜，牛肉和卷心菜间咸鲜味交融，一口让美信把剩下的啤酒喝光。今天的第2杯酒，美信选了柠檬酸味的鸡尾酒，就像加了柠檬汁的烧酒苏打水，口感类似酒味柠檬汽水，特别适合夏日夜晚。把黄芥末抹在烧麦上，再蘸点辣酱油，肉汁在口中四溢，美信超爱这一刻。再来一口柠檬味鸡尾酒，谁能抵挡这种碳水和碳酸的完美配合呢？再要个蘸醋胡椒的烧麦，味道完全变了。接着就是尽情享受的时间，一口一个又薄又馅儿足的烧麦，再把盘子里的小菜一扫而光，盘边的卷心菜、咸牛肉和卷心菜的汤汁也得一扫而光。当喝掉最后一口酒，今晚的畅饮也达到高潮。自从为7个孩子的大家庭找到合适的房子，有个12口之家希望得到美信的帮助。当大家快乐的工作时，总部却悄然下达了对他们门店歇业的通知。美信究竟该何去何从呢？晚酌的流派第3季第12集新鲜出炉了。36岁的资深独居女酒鬼美信，她每天都追求完美的晚酌体验。可是今天早上美信的心情有点低落，冰箱里只放进了一个酒杯。这是因为昨天海野副店长告诉大家，总部决定要关闭他们的门店。最初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，小葵认为肯定是海野副店长理解错了，岛村也觉得有美信这个销售冠军在，他们业绩不可能差。但海野分店长神色沉重地说，这是真的，他们的店面似乎被隔壁更大的店面吞并了。上班第一件事，海野分店长就传来了更加令人难过的消息，店里的员工都要被调往不同的门店。小葵要去千叶，岛村调到新宿了，美信将在有乐町的门店，而海野分店长自己则被分到了大山澳。毕竟是最后一天，一切照旧进行。最后一天，大家仍然努力帮客人找到合适的房子。有人要看房，美信也全力以赴的陪同。海野分店长2年后再次接待顾客，因此今天特别累。大家合力对门店进行了大扫除，连每一个小角落都没放过。海野分店长把每块砖都擦得亮晶晶的，真的很感激。大家鞠躬道别，结束了最后一天。没想到商店街的店家全都来了，大家带来了高档的肉类和新鲜的海产蔬菜。因为店铺的人都很好心，他们受到附近居民的喜爱。快6点了，大家聚在店门前一起倒计时。美信真希望时间能停在这一刻，这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倒计时最后1秒，海野店长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原来是啤酒花房地产公司的麦田社长打来的。海野分店长透露，因为上周美信和岛村帮助有7个孩子的大木家找到了合适房子，还被录进家庭视频，那视频在网上火了，现在还有了关于这家分店的专题，所以他们的分店能继续开下去，还可能晋升为总店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大家能留在一起真的太好了。所有之前收拾的东西都放回原位了，下班时可以轻松的说句明天见。美信今天下班时天已经黑了，原本为了配合新的工作地点打算搬家，因此昨天把所有酒都喝完了，看来现在没必要费力搬家了。美信在仙鹤超市买了一打啤酒，看到美信来，牛场先生特地送来了自制的昆布和萝卜。刚到家，美信立刻泡了将近5分钟的热水澡，水温43度，然后他开始准备晚餐的食材。因为今天这么开心，应该配上顶级的晚酌。他首先处理了肉店老板送的高档牛肉，撒点盐和胡椒，放进热平底锅，6面各用橄榄油煎牛肉30秒，再放入冰箱冷存。接着用蔬菜和萝卜加盐橄榄油拌沙拉。接下来用鱼店送的鱼做下一道菜，把酱汁烧好后加入鲷鱼，因为太贵了，美信平常不舍得买。选鲷鱼有个小窍门，就是要选带骨的，这样煮的再久也不怕。做的时候要不停用勺子浇酱汁，煮到酱浓肉嫩就能盛出来了。土豆不削皮，切条，放进油锅炸。微波炉里加热过的黄油，加大蒜、盐、胡椒调味，翻拌后味道超赞。把
拔得头筹。可以从冰箱取出牛肉了，轻轻切成薄片，花纹和颜色特别吸引眼球，把它们整齐地铺在盘子上，再放上刚才调好的沙拉，最后淋上青紫苏酱和鲜柠檬汁即成。牛场先生给的萝卜也切点放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现在只需取出冰箱里冰镇的啤酒和杯子，可以开始享受一天中最幸福的晚上喝酒时光了。解决了难题后，那杯酒尤其香甜。先尝尝牛场先生送的白萝卜，泡得刚好。看来牛场先生比超市员工更适合做厨师。喝了一口酒，再试试自制的薯条。在美信看来，这味道可能不止日本第一，简直是世界顶级，而且跟冰啤酒真是绝配。还好提前把第二个酒杯放进冰箱了，今晚喝酒没被打扰。再试试炖的鲷鱼，皮一碰就化，鱼肉超嫩，正是这种贵鲷鱼才有的顶级味道。再配上爽口的荷兰豆，味道更丰富，口感更脆。接着尝尝牛肉主菜，把牛肉卷上蔬菜沙拉，痛快的一大口。先是青紫苏酱的清新，紧接着是那高级牛肉的极化感觉，这味道真是难以言喻。每道菜我都尝了一遍，现在是尽情享用的时候。一口气吃掉3根薯条，鱼肉浸透汤汁格外鲜美，牛肉加蔬菜淋点柠檬汁，既有蛋白质又有纤维，直到最后一块肉也被吃掉。突然美信想起，经历了如此多事的一天，大家一天结束时都干点啥？此刻小葵正边吃煎鱼边喝啤酒，岛村和海野的分店长在居酒屋畅饮闲聊，牛场先生也在和真山店长边喝酒边吃菜，商店街的店家们也都在享受着美酒美食的乐趣。今年夏天晚上我品尝了不少美酒，想到这个夏天每次喝酒的乐趣，美信喝掉了今天最后一口冰啤。第二天美信照常去公司上班，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，